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今天没有拍美食，给你们拍一下冰箱。有很多朋友想看，我刚好做了这个芋泥小蛋糕，简单的录了一下过程，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。酸奶配上奶昔粉，还有蓝莓果酱。我用的是吐司片，他们的是蛋糕卷，就这3样叠加在一起就行了。口感很细腻，一点也不甜腻，比甜品店的还要好吃。你们喜欢可以去试一下。这边是冷藏区，都是我的早餐咸菜搭子。我们家是吃面食比较多，不管是饺子、面条还是馄饨，我都会配上一点。这个是那个酸辣椒圈，里面有一点蒜末，还有这个腐乳，之前也分享过做法。这个教程好像是被喜欢我的朋友放到课堂上面用过，真的很开心。这个是那个坛子辣椒，就是那个青辣椒跟红辣椒，一般都是用来炒菜。这个咸菜是菜市场买的，还有昨天做了一点这个酱黄瓜，应该可以吃了。甜酒我冬天一般都会备着，就是早餐啊，或者是晚上我都会煮一个这个甜酒冲蛋。这一盒里面腌了很久的，大概有2年了，这个咸青梅，一般都是炖排骨解腻。冷藏区我挂了4个这种收纳盒，放一点小一点的物品，下面是鸡蛋盒，旁边就是放酸奶水果盒子。第3层高一点，空间大，都是放蔬菜的，买的菜基本上都会堆在这个地方。今天还买了糍粑，过冬必备。湖南的特产猪血丸子，还有里面有一点点鹅菜，等会炒着吃。今天晚上来炖一个排骨。第4层的收纳盒放的是番茄，还有鸭蛋，下面是一整罐的这个猪油，昨天刚炸出来的。还有就是卤了一下家里面带过来的猪尾巴、猪耳朵，还剩了一点猪皮，都全部给它卤好了，装在一起。下面的抽屉就比较杂了，就是堆放一点煲汤的汤料啊，然后一些有包装的袋子。很少给他们买饮料，旁边基本上都是我的调料。然后这个小挂的那个收纳盒也很好用。冰箱规不规整都看我的心情，我今天也是整理好了才敢给大家拍。冷冻区第1层我给他们备了一点牛排，然后盒子里面是笋干跟玉米粒，还有馒头，我们上一周做的那个预备早餐。第2层的话呢，就是卤的牛肉，还有之前做的那个油面鱼，还剩下这么一小盒。这个就是家里面带过来那个多一点的这种大蒜叶，吃不完的话呢就给它冷冻起来，炒菜的时候随便抓一把很方便。这一盒是卤鸡腿，下面是汤圆，里面是那个猪肉饼，还有一点生姜末。第3层这2盒排骨是准备今天吃了的，然后拿出来解冻。里面的话呢，也就是预备早餐，烧麦之前也做过，然后还有一些馄饨啊、饺子、云吞，还有一些丸子。做这个面食预备早餐就怕粘在一起，我的小方法，把它们再冻1-2个小时左右，就给它抖一抖，抖开了以后它就是一颗一颗的，你多撒上一点这种生粉。这个是紫菜云吞，没有拍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到时候再拍一下吧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一盒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饭团，还剩下几个。干辣椒容易生虫，就需要放到冷冻，冷藏都不行。这是湖南的白辣椒，家里面晒的，这个是切的，然后这个是湿一点的，2大袋子。白辣椒炒肉很香很下饭，欢迎大家来湖南尝试一下香菜。这是家里面带过来的土猪肉，20斤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一般都是喜欢用这种保鲜膜给它分装好，如果是用袋子就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的了。家用冰箱就是这样子，工作区是有冰柜的，也没什么好拍。明天请假1天，后天见。